2001年，卡普空发布了《鬼泣》系列的首部作品，硬核的操作难度并没有掩盖其璀璨的光芒，爽快的打击感和优秀的动作设计让《鬼泣》在当时动作游戏里脱颖而出。随着《鬼泣》几个续作的发布，主角但丁手持剑与双枪的形象日益丰满，逐渐也成为了《鬼泣》系列最知名的招牌。而在2007年，有这样一款游戏以女版鬼泣的名号登陆了 Xbox， 随后便在 PC 端上线，并于2009年登陆 Steam 平台。在游戏设定中，可爱又迷人的主角 Ayumi 同样是一个使用剑和双枪的战士，同样需要与恶魔作战，甚至他的职业设定也同样是一个赏金猎人。相关的游戏报道中，更是号称这个游戏拥有壮观的风景和电影级的过场 CG， 将会带给玩家前所未有的体验。怀着瞻仰神作的心情，敖成长在 Steam 花了36块买下了这个国内通常译作鬼刃的游戏 X-Blades， 打算一探究竟。在通关游戏之后，敖成长的心情就像苦命的人生一样起起伏伏。除了刚刚点开游戏这个亮闪闪的标题界面让敖成长有所期待，后面游戏体验里，敖成长就像是吃了屎一样难受。Steam 玩家对游戏褒贬不一的评价简直算是嘴下留情，敖成觉得他简直就是一坨稀饭。游戏一开始就有一段传说中的电影级 CG 说明了故事剧情，主角艾米在一阵的声音中闪亮登场，走进了一家充满中国韵味的典当铺。先不说这个有棱有角的脸和可爱又迷人完全没有半毛钱关系，就是女主身上穿的东西都让敖成人感觉人间迷惑。这比基尼加热裤，隔着屏幕都闻到了东京夏天炎热的味儿，这也能打怪吗？再短一点，老子这设备都过不了审了。最后他身上的一半破魔方和店里的另一半发生反应，召唤出了几个头戴黑套的彪形大汉，然后又开始了一段一阵男女近身激情搏斗之后，女主终于干掉敌人，而魔方也合二为一变成了一张魔法地图，然后屏幕一黑，游戏开始。虽然游戏基础操作就是我奶奶都觉得简单的鼠标左键近战平砍，右键打手枪，但这个跳跃就十分迷惑了。按一次空格是正正常常的跳跃，而按两次空格居然是变身滚筒袭击上下翻飞，这怕不是在 cos 魂斗罗。希望女主落地之后脑袋没事。而且敖站长前面说的只是基础操作，这个游戏中有一个进阶操作闪避，但是闪避极高的按键难度让敖站长一度怀疑是否真的拥有这个技能。直到我在游戏后期遇上了这样一个关卡，玩家必须闪避才能通过这个机关，如果直接走过去就会这样。于是敖成长花了半个小时不停练习，终于通过了这个机关，然后这游戏就是如此离谱，闪避操作竟然需要快速按下前进键2次，再按跳跃键1次，按快按慢都会失败。我操，别的游戏闪避就是一个键，你这个游戏闪避竟然要玩家操作3次，反人类啊！我就搞不明白了，哪怕是早些年的 Xbox， 那么多手柄按键，你单独设计个闪避键能有多难？如果这个游戏只是操作反人类，敖成人姑且能把它称作硬核之作。问题在于节差的操作手感下，只有同样垃圾的打击效果。一般的动作游戏讲究刀刀入肉，而这个游戏打击感就像筷子掏茅屎坑一样稀烂，像两根荧光棒一样的近战武器没一点刀样，击打怪物只见武器穿身而过，怪物就立马乖乖躺下。双枪射击不仅动作感人，而且连个弹道都没有，身上只是一道莫名的红晕闪过，立马就上了西天。我操，这可是碰瓷老大爷都不敢演的剧本，被你们给接了。看着同年发布的《恶魔之魂》，再看看被你蹭热度《鬼泣》，你这也叫动作游戏，还女版鬼泣，我呸！玩到后面才发现，这游戏确实不是动作游戏，是他妈的哈利波特模拟器。在这个游戏里，收集资源能够学习各种魔法，但是这个施法动作宛如便秘一样，一言难尽。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放个技能要把这个憋死的动作给回放几遍，让敖成长感觉有种看《西游记后传》的既视感。同时，制作者为了提高游戏难度，把怪物搞得像计划生育失败一样，逼得玩家后期只有依靠伤害极高的魔法才能清理小怪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
魔法技能需要怒气来释放，而获得怒气主要有2个方法。第一个方法就是晋升平 A， 所以玩家只需要把多的像苍蝇一样的怪物聚到一起，一波 AOE 爆炸清完就行。而第2个办法就是挨打，毕竟挨打斩气天经地义。离谱的地方就又来了，奥城长惊讶地发现这个游戏居然可以花费资源来购买体力，而且是战斗中即时购买。就这样，我不行了，暂停。购买一气呵成，用资源补血挨打，挨打获得怒气，怒气放技能清怪，清怪拿到资源。我操，想不到永动机12年前就已经在这个游戏里诞生了，又要做难度，又搞出这种官方外挂一样的东西，设计师怕不是脑子出了问题？一个主打高难度的硬核游戏，在这样的设计下，难度完全成为一个笑话。如果你以为这游戏只是游戏性差，那你就错了。这款游戏剧情也扯得过分。前面 CG 说到女主发现了宝藏地图，准备大显身手，所以找到了传说中的神庙，准备探险。当你以为是个探险故事的时候，没想到去了神庙没走几步，嘿，宝宝就找到了。然后突然跳出一只会说话的白毛大狗和女主开始嘴炮，这的声音和开头 CG 里相比有过之无不及。而当你以为这是一个勇者斗 BOSS 故事的时候，没想到女主不打 BOSS， 直接把宝物给掏了，搞得这大白狗存在意义不明。这他妈是斗地主打7鬼523，不按套路出牌。不过女主夺取宝物的同时，也被宝物上的黑暗魔法感染了，所以后面的主线剧情就变成了想办法解除女主身上的黑暗魔法。在接下来冒险中，打着打着，男主就毫无征兆的横空出世，英雄救美。What the fuck？这是什么黑科技？你竟然能用光明魔法拆笼子，刚刚还装模作样的扯啥呢？闻到这，这场恍然大悟，原来这是个爱情故事啊！这个表情，3年4年期已满，恭迎龙王归位。接下来男女主角应该双剑合璧，比翼齐飞了吧？哪里？这个渣男居然在半途中跑路了，然后没过多久居然又他妈回来了。反正哪里剧情推动不了，或者女主陷入困境，就让男主出来当一当舔狗。最后编剧发现前面出现过的 BOSS 都被写死了，干脆把男主莫名其妙黑化变成最终 BOSS。合计着这个角色存在意义就是当个究极工具人。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舔狗不得好死。看到这，就有观众要问了：鬼刃难道就没有一点可圈可点之处了吗？有，这个游戏中魔法分门别类的设定，并不只是单纯的视觉效果不同，还能针对性的消灭一些魔法怪物。比如这个巨大的黑暗元素，就需要学习光明魔法才能将其击败，其他的火焰、冰霜、雷电等等魔法对它都没有效果。客观来说，这在当时属于比较有意思的设定，不仅丰富了游戏内容，也一定程度提高了养成难度。同时，很多 BOSS 的战斗也还挺有创意，需要花费一些功夫研究攻略方法。比如这个大蜻蜓 BOSS， 奥森首次遇到的时候尝试了多种攻击手段，无论是先消灭小怪或者直接攻击都没有伤害。奥森在琢磨一会儿后，终于发现需要将他操控的几个小怪引到远处的蓝色水晶处，然后再击破水晶，将其全部冻住，才能对 BOSS 本体进行攻击。从这一方面来说，鬼刃作为一个12年前的动作冒险游戏，还是有一定可玩性的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个游戏看上去像是个日系游戏，却是一个俄罗斯公司做的。我操，是毛子！虽然游戏质量保持了毛子喝假酒做游戏的一贯作风，但是日本配音很走心的请到了丁公理会担任主角声优，同时 Metaphysics 演唱的游戏主题曲 Golden Despite 也非常好听。奥城人一想到前面剧情 CG 里中那些的娇喘用上了丁公理会的配音，就觉得相当可以，于是打算在删除游戏之前切换日版体验下女神配音。我操！touch the sky, but I'm falling so deep now I realize maybe I 你以为这就能难住我？既然你们诚心诚意的要听，奥森就拜托哥们搞到了日版鬼人配音，带大家亲自体验下传说中的丁公理会的配音。それは呪いなのよ。どうして？光の魔法はどうしたの？闇が光を遥かに知る。まもなく世界は闇へと落ちるのだ。
定公赛哦。